大家好，在演讲的开始前，我想先问在座的各位几个问题，大家老实回答哦。在你们之中，会觉得读历史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科系的，请举手。OK， 好。那在你们之中，会因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考上历史系而感觉到欢欣鼓舞的，请举手。好，再来。在你们之中，会因为从小你背了大量的人名、地名、年代、事件，而觉得对你的人生很有用的，请举手。OK， 从在场举手的人数就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对于学历史的印象到底是什么？多年以前，当联考放榜以后，大家问我，你考上哪一间大学？当时我就回答台大，大家的反应就是哇。结果接下来人家就会问我，那你要考上哪个科系呢？我就回答历史，大家反应就是哦，还没有那么长。这个，所以当时就造成了我你就不用多问，光看大家这个印象就知道大家的反应是什么。那当时产生了我对于研究这个问题的兴趣。我要研究什么问题呢？就是下面这个问题：学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大家扪心自问哦，大家从小就学历史，学历史到底有什么用？我们从小要背这么多的年代、地名、人名、事件，到底是为了什么？当你考完试以后，请问这些东西你还能记得多久？而且最重要的是，记得这些，你觉得对你的人生到底有什么用？当我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古代，帝王和精英们都要学历史，而且他们都觉得学历史很有用。到了今天，我们所有人从小学就开始学历史，可是我们往往都不知道学历史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古今会有这么大的差别？难道是因为古人都是一群笨蛋，还是因为我们的智力突然比古人成长了100倍？我想这都不会是答案。最后我研究之后发现，其实是因为古人学习历史的方法根本和我们完全不一样。那个方法究竟是什么？古人学习历史的秘密就是，当他读一本历史书，读到书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面对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关头，他需要下一个决定的时候，那一刻，请你不要看下面，把书盖上，去想象你就是他，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你会怎么决定？努力的想，把一切都想清楚以后，再把书打开，看那个人是怎么做决定的，他的决定和你一不一样？他为什么做这个决定？他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他付出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用这种方法，就可以用古人的智慧来磨练我们的智慧。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教育不用这个办法呢？后来我发现，因为现代教育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以培养工匠为目的的教育。这一套现代教育从小学、中学开始的教育，其实诞生在工业革命以后。它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填补工业革命产生大量的专业人力的空缺，所以这种教育重视的是知识和技术的传授。它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对于你如何解决人生的难题，基本上是不关心的。那这种方法到历史教育上，就会要求同学记忆大量的历史知识，可从来不告诉你这和你的人生有什么关系。于是他们的教学方法往往就是要求背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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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诵，对吧？我们从小就是这么过来的。古代要培养帝王精英，所以他们要求要用思辨来学历史。今天要培养的是专业工匠，所以他们要求用背诵来学历史，目的不一样，方法当然不一样。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呢？这样的想法是由我在台湾的2个老师而来。我的第一个老师是郁老师，郁老师降生在满清末年，他降生在帝王之家，从小在皇宫读书，到了台湾开授私塾教书60余年。我跟了老师的私塾读了快20年，老师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学问，教会了我原来帝王之家给子弟的教育和他们给平民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老师还教会了我国学原来是拿来用的。而我的第2个老师是我的史学老师，台大的阮之深教授，他毕生研究史记，他教会了我如何读懂中国历史书，也教会了我在历史上如何分析和观察这些帝王和精英们的心态和行为。因为有2个老师的教导，所以我才希望
把古代帝王之学的精华，它不应该再是秘密，它应该交给今天所有的大众们。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在台湾大学教学发展中心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开设了全球第一门大规模网络免费公开的中文文史课程。其实我的目的是为了进行一场网络教学实验，我想知道旧的学问能不能被今天的人所接受。结果出乎我意料之外，有超过43000的同学来修这门课。那前面讲的东西都只是原则和方法，不能没有实例。接下来我就要用这个实例来跟各位示范古代帝王是怎么学习历史的。各位看到这幅画，请问各位谁知道这是什么故事？很好，你们都知道这就是夷上纳履，就是张良帮黄石公捡鞋子的故事。这故事我们从小学就开始读这个故事了。那各位既然这么熟悉，我问各位，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什么？这是个智慧的故事，它的意义绝对不只是告诉各位对老人家要有礼貌，约会不要迟到。如果只是为了告诉各位这个，我不能不说中国的智慧绝对没有这么浅薄。这个故事到底要告诉各位什么东西？各位跟着我读下去哦。张良曾经从容散步在下邳的桥上，这一句平平无奇。可是历史学看待事物不同的观点，就是我们有时间的纵深，我们看到每一样东西必要追问它处在时空的哪一个点上。张良在从容散步之前，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刚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他为什么要去刺杀秦始皇？张良是韩国宰相名门之后，秦国灭亡了韩国，他要为韩报仇，消灭强秦。为了这个目的，他散尽家财，求取刺客，最后刺杀失败，他被全天下通缉。在这一刻，他逃到了下邳。按常人，他应该躲躲藏藏，草木皆兵。结果你看，张良从容散步在下邳的桥上，就从这一点，我就可以知道这个年轻人胆气过人。当然这是废话，胆气不过人，绝不会去刺杀秦始皇嘛，对吧？但是问题来了，在这个时候，他碰到了一个重要的人，有一个老头子向他走过来，就做了一件出奇的事，他把鞋子掉到桥底下，回头跟张良说：“小子，下去帮我把鞋子捡起来。”好，这个时候用我的方法，请各位这一刻把书盖上，闭上眼睛开始想：如果你是张良，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办？想清楚哦，不好意思，只有18分钟，没有太多时间。想清楚了，我们现在看张良怎么办。他的反应绝对出乎各位的意料之外。梁鄂兰欲殴之，他想把老人家打一顿。这才是一个年轻人血气方刚的表现。但他打了没有？他没打。他为什么没打？史记说的多老实，为其老强忍。他不是自然而然的容忍，他是勉强自己忍受下来。因为不要忘了，他现在还是通缉犯，一不小心把老人家打死，问题就大了。所以既然已经忍了，他就下去帮老人家把鞋子捡上来。结果老人家更出奇，说：“帮我穿上。”好，这一刻闭上眼睛。如果你是张良，碰到这样得寸进尺的老先生，你会怎么办？想清楚了没有？想清楚了，我们看张良怎么做。他为什么是张良？良夜为取履，因长贵履之。他不是履之，他不是贵履之，他是长贵履之。张良为什么要长贵履之？因为他明白老人家要教他的第一个道理。那个道理是什么？人生要救不忍，不然就请你一忍到底。非凡之人做事，要就不做，要做就必要做到干净漂亮。忍耐就不要忍个半吊子。既然已经帮人捡了鞋子，也决定帮人穿上，何不索性长贵履之？这就是老妇要告诉张良，忍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老妇为什么要教张良？我们看老妇接下来的举动哦。妇以竹寿，笑而去。良书大惊。张良为什么要大惊？高手跟高手之间交手是不用行于长篇大论，泼妇骂街那是最下等人做的事情。高手跟高手之间几个眼神、几句话、几个动作，双方就明白彼此是什么等级。老妇要张良帮他捡鞋子，是老妇欲惊张良，而张良不惊。
张良常贵履之，是张良要惊老妇，而老妇不惊。老妇以竹寿笑而去。张良的反应是什么？梁书大惊。所以我们就知道，刚刚短短的时间内，双方已经交手了3次，结果是老妇大获全胜，张良一败涂地。老妇为什么要这么对张良？你要知道，张良天资高，胆气够，受的是当时第一流的教育。在他过去的人生之中，只有他压着别人打的时候，所以他不能忍。老妇见面到现在，老妇处处压着他打，就是要他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年轻人游泳很好，可是如果你不能忍，就不能有谋。所以这是第一要义。接下来故事我们看怎么发展。老妇离开一段距离之后，又回来对他说：“孺子可教矣。”所以我们才说他是为了教张良而来。5天以后天亮的时候，和我在这里相会。张良知道老妇不是一般人，你看他多恭敬，贵曰诺。来，这一段我念给各位听哦，先念。5日天亮的时候，梁往，妇以先在，怒曰：“与老人其后何也？”去曰：“后日早会。”5日鸡叫的时候，来，我问各位，鸡叫的时候天亮了没有？还没，天是黑的。梁往，妇又先在，妇怒曰：“后何也？”去曰：“后日复早来。”好像我问各位啊，在刚刚短短的这一段文字中，最关键的2个字是哪2个字？读书必要能抓关键字，抓不出关键字，你就读不懂这一篇文章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最重要是哪2个字？就是先和后，对不对？为什么要强调先和后？因为后面就会说，老妇要传张良兵法。兵法讲的就是先发制人，后发受制于人。制人和受制于人是天壤之别。到目前为止2次相会，张良还是被老妇压着打。那张良如果你是张良，你该怎么办？你看哦，5天以后，梁夜未半往。什么叫夜未半？我跟你约第5天，我在第4天的晚上12点钟以前我就到了。在这一刻，张良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因为老妇就算比他早到，也不能说张良迟到，因为我们约的是第5天。何况老妇并没有比张良早到，有请妇一来，喜曰：“当如是。”出一边书，乃太公兵法也。老妇为什么欢喜？因为他知道张良明白他要告诉他的第2个道理，那就是争先。你怎么去争那个先？那我就要问各位，什么叫做先？你不明白这个你还是没读懂啊。什么叫做先呢？比人家早。以前有同学这么回答：比人家早只是相对的先，它不是绝对的先。兵法是要争那个绝对的先。什么叫做绝对的先？出乎对方意料之外，就是绝对的先。你老妇没料到你会夜未半到，所以你到了，你才能争那个先。那问题来了，你怎么才能出乎对方的意料之外呢？如果这个关键没有解决，前面的还是白讲嘛。你怎么能够出乎对方的意料之外？怎么能争取到那个绝对的先？答案就是刚才老妇教给张良的第1个道理。只有一忍到底，让对方没有防备，你才能够去争那个绝对的先。这2个道理，《孙子兵法》讲得最清楚。装的好像未出嫁的少女一样的柔弱，敌人对你没有防备，放心的把门打开。等到开门的那一瞬间，快得像飞出去的兔子一样窜进去，然后敌人来不及把门关上。这就是忍和先的道理。兵法讲的要义就是这2个。那你有没有实力呢？当然有。张良为什么能够消灭强秦？因为他辅佐汉高祖刘邦。刘邦为什么能取得天下？因为他先入关中，消灭秦朝，取得大义名分。可是刘邦在进攻关中的时候，关中南边是有守将的，这个守将比刘邦还强。刘邦一开始想要进攻，张良跟他讲：“千万不可以，我们打不过人家。”那怎么办呢？我听说这个守将很爱钱，我们可以拿财宝去贿赂他。刘邦听了张良这么做以后，守将果然答应和刘邦合作。你看秦国南边守的都是这种货色，这个朝代怎么能不灭亡？结果拿了钱贿赂他以后，刘邦很高兴，跟张良说没问题了。张良说不行，我们立刻偷袭。刘邦说为什么？
他说他收了钱，他底下的军官和士兵都是秦国人，他未必会同意守将的做法。可是他收了我们的钱，现在他全无防备，我们立刻偷袭，必可以一战攻城。刘邦就是因为听了张良的话，所以先入咸阳，消灭秦朝。大汉400年的帝业就来自于老父交给张良的冷和仙的运用。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吧。帝王和领袖们为什么要学历史？学历史到底有什么用？学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人性，因为历史中记载着过去几千年以来，无数人上到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他们面对时代的不同选择和他们人生，从这里你才能明白人性到底是什么。学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启发智慧，学历史就是要用古人的智慧来启发我的智慧，拿古人的人生作为磨刀石，来磨砺我们脑子里面名为智慧的那把刀。磨刀石不能切东西，只有刀才能切东西。你必要从历史中学到智慧，背诵那些东西是没有用的。好，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人性，启发智慧？因为当你遇到一个人生的难关的时候，请相信我，你绝对不是历史上第一个碰到这个难题的人吧？在你过去有无数人面对和你一样的难关，他们用什么心态去面对？他们如何解决他们的问题？当你觉得绝望的时候，请你记得，有一个人蒙受了人间莫大的屈辱，可是他卧薪尝胆，深具教训，最后3000越甲能吞吴。当你觉得人生被人家利用的时候，请你记得，有一个部族被人家当成炮灰300年，无数的国君和国人死在战场上，而他们始终相信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当他们有700士兵的时候，就敢对天宣誓：秦国绝对不让任何人再主宰我们的命运，秦国终究要并吞天下。而最后，他们统一了战国，成为中国第一个皇帝。当你自怨自艾，觉得你没有好父母，人生没有依靠的时候，请你想起有一个人，他3岁死了爸爸，10几岁死了妈妈。他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他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他完全靠自学成才。最后，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学问最大的人之一，成为东方的圣人，影响东方文明2000多年。那个人就是孔子。而西方的那个圣人还生在马槽里面。当你觉得人生一无所有的时候，请你想起有一个年轻人漫步在下邳的桥上，那一刻他已经失去了一切，而他始终相信自己终有一天能够灭亡强秦，而他最后达成了这个不可能的奇迹，消灭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成为中国智慧的代表。只要你用对方法，历史是无穷智慧的宝库，是无穷力量的来源。我始终深信，教育的目的是让人做知识的主人，不是为了让人做知识的奴仆。要不做知识的主人，就要懂得启发自己的智慧。愿大家都能从历史中得到智慧，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开创你们理想的人生。谢谢大家。